哦，你要找我的細路哥相啊？你唔使找啊。What？ 而且呢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大多数值得被记录的事情，都是突然。如果有一天我走了，我也不会感到遗憾，因为我做了这件事。今天拍这部影片呢，主要就是要给你们讲一件我从小做到大的事情。然后这件事情呢，我觉得它真的影响了我的人生，所以我觉得我也想要影响你们去做这件事情，去影响你们的人生。我从小呢就是一个非常喜欢记录生活的人。小时候我记录生活只是玩玩嘛，长大后我才发现记录生活这个东西有那么重要。我甚至会觉得我记录生活的这个习惯会影响我的未来。我今天呢就会跟你们分享记录生活对我们到底有多重要，然后为什么我觉得你们也应该开始记录自己的生活。然后我也会分享一些我记录生活的 tips， 让那些想要开始记录生活的你们有一个指南。我也希望我可以影响你们去开始记录自己的生活。准备好的话，我们就开始哦。首先呢，记录生活为什么重要？第一点，当然就是因为它可以帮你留下你人生中美好的回忆。我们的头脑是有限的，因为我们的记忆是堆叠上来的。例如讲，我5岁的时候，我经历了很多事情，然后我有记忆；然后6岁的时候又会有新的事情，7岁的时候又有很多事情一直叠上去。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，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就会越堆越下去。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些美好的回忆或者很深刻的一些事情，我们肯定会记着，但是这样子呢，就会导致很多零零碎碎的美好的事情就会被盖掉。但是往往这些小小的美好也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我的意思就是，记录生活可以减轻你的头脑的负担。你只要拍一张照，或者拍个影片，那一个照片，那一个影片，你把它 save 进你的电脑或者 save 进你的电话也好，20-30年后你看回去就可以了。这些就是我所有的旧手机，我所有的 pen drive， 还有我所有的 hard disk。我现在呢就是要看回我以前的影片。怎么会有这样的影片？这什么意思？天哪！我这个是什么自拍照？这个什么鬼？就是我的 guitar 是我的自拍棒嘛？对。哎呦，我的奶奶哦！找机会跟奶奶拍一张一模一样。哇，原来我以前这样帅啦！哦呦！这张是什么？是一个很努力读书的孩子。哎呦！我有参加过赛跑，我都不知道哎。哎呦，我的样子很像那种准备要拿冠军那种。这个我觉得我不要 po 出来比较好啊，这个。这是我跟我小学朋友拍的哎。哇我怎样拍的哦这些照片？你好，你好，请问你的名字叫什么？我再来看一下，你今年几岁？今年11岁。你的爱好是什么？我的爱好是弹钢琴。喜欢什么运动？我喜欢打羽球。再见喽，再见。
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跟你的老朋友或者是跟你的家人，突然间聊起你们以前一起经历过的事情，然后你们越聊越开心，越聊越兴奋，甚至越聊越感动。比如说我跟我的家人很常会一起看相簿，然后我们每一次翻开那个相簿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去哪里拍的这个？家里屋企咯，上一次搬嚟冇幾耐影嘅，整天玩到整身汗了，枕頭汗。看你自己就知道了，几顽皮啊！我头发好像每一张都不一样，你最喜欢呢，人家怎样摆的 pose，你就怎样摆了。是咩？你很喜欢拍。很小就是会你看你了。学爸爸，每次学爸爸，是啊，就学。我们不知道我们摆我们的，你不随你拍。自己又摆，你看又一样啊。这又不知道哪里啊？你看你，哎，有几难看啊。生气啊，这个是。是啊，哟，人家只有双好爬去嘛。你看他是这样啊，什么都有啊。像现在的爸爸，就是这个。我从小就拍过很多很废的影片，废到我现在看回去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，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会拍这个影片。但是我现在看回去，我拍那些废的影片，我会觉得很开心，会觉得以前的我很好笑、很可爱，会觉得永远回不去那一个瞬间。我们不一样，每个人有躲不过的记忆，我们在这里，在这里等你。所以就来到我给你们的第一个 tips， 不要去太在意你拍的那个东西是什么，它到底无不无聊，它到底值不值得被记录，拍的好不好看？因为你记录生活的目的就只有一个，也就是把你想要记录的当下记录下来。你不需要去在意你拍的这个东西可不可以 post story 给朋友看，因为你记录自己的生活是为了给10年后、20年后的自己看回的，所以你不需要去太在意你拍到你自己丑不丑，有没有化妆，有没有洗脸，穿到美不美。所以就回到来我刚刚给你们讲的这个 tips， 想拍就拍。OK， 接下来呢，为什么我觉得记录生活重要？就是通过记录你自己的生活，你会更了解自己。这个点呢，我本身共鸣很大，因为我从小就记录生活嘛。然后我长大过后，我看回这些影片，我会觉得，我这个人的本来的性格可以直接从这一些以前拍的影片看得出来，因为我们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中，多多少少会被身边遇到的人、遇到的事情污染，甚至有些人会失去自己，变得越来越迷茫，变到越来越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。但我在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音乐。我找回去我以前的影片，我也自己拍自己弹钢琴，自弹自唱。也许你不会懂，从你说爱我以后，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，远变成当我在自我怀疑我自己是不是那么喜欢拍摄，我就看回去我以前的影片。然后当我看回去我以前的影片的时候，我就会发现，我以前就很喜欢拍影片，我以前就很喜欢做各种角度，我以前就很喜欢拿着 camera 来拍我的家人，我以前就很喜欢拿着 camera 拍我自己。原来我以前就是一个 YouTuber， 只是没有观众的 YouTuber。记录生活这个东西影响我最大就在这里。所以呢，我第二个要给你们的 tips 就是越早开始越好，永远不会太迟。这是我的爸爸，你看，很可爱哦。妈妈。接下来呢，我要给你们的一个 tips 就是不要太过追求完美，因为有时候我们记录生活久了，我们会很自然的把自己的生活记录得更好一点。可能就是我今天要吃一个食物，然后我觉得哇，我要把它记录下来，然后我就找各种角度，或者是放在更好的背景来让我这一个瞬间更美好。然后等到我找好一个好的背景，一个好的角度，终于肯按下那个 shutter button 的时候，我的食物冷了。这个我试过太多次了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可以做到在记录生活的时候不会太在意它的完美这样是最好。我们要接受我们生活中的各种不完美。但是如果你也像我这样子，就比较有一点完美主义者，而且对拍摄有一定的要求的话，这样你就买相机好一点的手机咯。
很像我这一台的话，它的画质是没有得好挑剔的，连你的毛孔全部都拍到，而且拍影片还超稳定。这个很重要，因为我们很时常记录生活的时候，我们是完全不知道那个状况是什么。可能有一天我被打抢，然后我要跑去追那个小偷，然后我又很想记录这个当下，我很想拍影片，我用这个手机就好了，因为它很稳定了。奶奶，你以前有照片的吗？啊，小时候啊，年轻的时候。小时候是那些老了才有，年轻多岁。 20多岁。诶，这你来的啊？啊，我来的咯，哦，有哦有哦。 30多岁了。哦，嗯，所以你最早的照片是30多岁啊？来，我以前的这几岁？20多。以前还没有结婚的这个。哦，这是我的爷爷。啊，爷爷来的，他们要给我拍吗？这个是哦，你要找我的細路哥相啊？是哦你再找。其实我们现在活在一个算是一个很好的时代，因为我们记录生活的门槛越来越低。OK， 我们先把时间推回到我奶奶小时候。我奶奶小时候唯一的记录生活方式可能就是写日记。我奶奶年轻的时候开始有了专业的胶片相机，但通常只会在重要时刻被派上用场。我父母出生的年代，大家开始认识相机，但那个时候拍照的门槛还是很高的，而且多数的照片都没有颜色，就算有，画质也不好。我父母年轻的时候拍照开始普及化，开始会在街上看到少数人拿着相机拍照。我出生的时候智能手机还没出来，所以可爱的我只能被相机的拍照功能记录下来。很可惜那个时候大家对录影还是很陌生。我5岁第一次接触我父母的智能手机，所以就拿着他们的手机到处拍、到处录影。不过当时候手机的相机画质也没有到很好，但随着科技的进步，手机的相机功能也越来越强大。现在的手机竟然还有超级稳定功能，8K 影片、各种焦段的镜头、超广角、10倍、30倍、100倍，还有一大堆我还没讲完。所以在看这部影片的你，是不是突然觉得自己很幸运呢？接下来呢，我想给所有想要记录自己生活的人一个建议，就是用手机就好。因为我本身99%都是用我的手机来记录我自己的生活的。接下来我就给你们分享几个用手机记录生活的好处。首先，最重要的就是它快，因为手机很小，从口袋里面拿出来再打开相机是3秒之内的事情。而且呢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大多数值得被记录的事情都是突然发生的。如果你要自拍，没有问题，滑上去，摆个 pose， 点一下，搞定。如果你要拍影片，没问题，按着就可以开始录了。如果你要拍照，没问题，这个照片比较适合广角，点一下，搞定。如果你要拍高速连拍，没问题，按着拉下去，搞定，5秒100张不是问题啊！如果你要拍月亮那么厉害啊，也是没有问题，完全难不倒手机。没有错，现在的手机就是那么强大，你不要看它小小这样子哦，所谓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来，各位，我们来拍一张照，1、2。OK， 今天的影片这些内容就是我记录生活那么多年来得出的一些心得。想要记录生活但是还没有开始的人，希望你们可以从今天就开始，不要再等了。希望你们喜欢这个影片，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赞，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看，拜！不要忘记硬硬点个赞。As a young girl, the fields were mine. We played hide and seek for hours, raised our shadows among the pines. So offshore, playful and free, without a care in the world. I was one rich little girl, daydreamer, kidnap me, take me back.All the way back to them days, running around in a gown and a crown, barefoot.